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最为人熟知的就是恶名昭彰的黑手党组织，在当地被称为 Cosa Nostra， 我们的视野，就是西西里黑手党。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啊，有一句名言，就是说这里有3个政府，一个是罗马政府，一个是当地政府，还有一个就是黑手党。而对于黑手党是要绝对的服从，要不然的话就要你的命。这句话就概括了这里当地人啊，他们对黑手党的认知。在这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中，黑手党对金钱和血腥的欲望暧昧模糊，潜藏威胁。当时爆炸的威力很大，整辆车被炸到弹起来，我感觉到自己的头还有脸都好像在冒烟。我父亲是第一个反对交保护费的人，他在报纸上刊登黑手党的勒索信。有一次，我跟当地有名的黑手党老大的儿子杠上，他把我推进车里狂打一顿，还想用我的领带掐死我。我坚决不会交保护费。几个月后，他们打伤了我的员工，弄坏了我的车子，杀了我的狗。我觉得一个缴付保护费的社区是没有尊严的社区，很多人即使知道了却什么也不做，让我感到很气愤。这次我来到西西里岛，就是被誉为是黑手党的开山鼻祖，就是为了要更加了解反黑手党活动，就是那些不愿意交保护费的商人。难道这些商人他们不担心自己的安危吗？所以啊，这次我们要看看这个反黑手党活动在这里到底起着什么样的成效。歌德曾经形容西西里岛，不去西西里就像是不曾到过意大利。这里是意大利南部的自治区，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在美轮美奂、风格杂糅的建筑群中随心漫步，感受每个转角的惊喜。然而，美景背后的阴暗角落，黑手党以往固若金汤的权势已丧失了话语权，人们开始扭转和反抗。Hi, hello. Hi. You must be Lino. Yes. Hi, I'm Darren. I have arranged some meeting profile that we are meeting today and then the next day. Shall we go? Perfect. Let's go. Lino 找了反黑手党步行游的导游，让他引领我们对黑手党有深一层的了解。We started this beautiful tour we're doing today, which is called the No Mafia Tour. You can see over here, Yep. which is the biggest theater in Italy. It's called the Teatro Massimo, because this is considered as a symbol. 那我今天参加的这个反黑手党的这个团，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开始？是因为在《教父》那部电影里面呢，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幕，教父呢，他从这个theater走出来的时候，就有一起枪战。全世界的人都认为西西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就很多人都不敢来这里旅游。
这个名为“再见保护费”的社会企业创建了步行游，协助游客了解黑手党对当地的影响和民间抗争的历史。This is the beautiful wall of legality. Here we are many personalities related in a way or another to the mafia. Here we have got the judge Giovanni Falcone and his wife Francesca Morvillo. She was another judge. They were both killed on 23rd May 1992 in the Sicilian highway. 这位被称为反黑手党旗帜的法官法尔科内，从机场返家途中被埋在高速公路下的500吨遥控炸弹炸死，他的妻子和3名保镖未能幸免。Non penso che almeno allo Stato si possano dare delle risposte esaurienti, almeno per quel che ci riguarda, perché ci sono parecchie istruttorie in corso e ovviamente. 爆炸案震惊了意大利全国上下，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举行抗议性大罢工，谴责黑手党的罪行。当局密约黑手党谈判，反而激怒了老大哥，犯下新的罪行。你看这些黑手党，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们有很高科技。在那个年代来讲，这些重要人物当他们在车行驶的时候呢，必须是在走一定的速度，他们就是算到非常的精准。当炸药爆炸的时候，它的速度呢是刚刚好，就是前面的车炸到了，中间的这第二台车就是把他们2夫妻都炸死，后面的车都没有受到影响。Now I would like to show you the story of another judge, victim of the mafia. His name was Borsellino. This man, Judge Borsellino, all Italians remember what they were doing the day in which he died. It is very close to where my mother used to live. I was 15 years old, I was in my house. I remember I heard this huge explosion and I went out in my balcony and saw the huge column of black smoke coming from behind the buildings. 法官博尔塞利诺在最后一次采访中声称，黑手党和意大利富商甚至总理有关。他和法尔科内法官一起调查黑手党的犯罪活动，逮捕了6个犯罪组织的成员。他的同事为此而被黑手党暗杀，他事后受到警方的保护。据说，爆炸案发生后，有人在现场拿走了一个公事包，里头有份红色议程，记录法官所有关于黑手党的调查结果。红色议程离奇失窃，至今依然是个谜团。而杀害2名法官的黑手党领袖托托里纳，在潜逃24年后被捕，判处26次终身监禁，目前在牢里服刑。在这场爆炸案中的幸存者安东尼奥现身案发现场，被眼尖的利诺发现，费尽唇舌才说服他接受采访。那天是礼拜天，我们5个保镖开车送法官来这里探望他的母亲。当时整条街都是车，法官和我的同事先下车，我想把车子停在后面，所以没有跟着他们下车。法官呢，本来应该是要等这些保镖先做好安全措施，他才可以下车，但是他没有等，马上就下车。下了车之后就去按门铃，谁知道一按门铃就引爆了炸弹。而这位警官他为什么会是当天的生还者？是因为他正好把车移到另外一个停车场。当时爆炸的威力很大，整辆车被炸到弹起来。我感觉到自己的头还有脸都好像在冒烟，所以我赶快试着打开车门。我听他描述，真的是很恐怖的。炸弹被引爆的时候，身上的那些毛发都开始燃烧起来。他快点开车门往车外跳出去，就看到其他保镖身上带的警枪里面的那些子弹都开始爆开，子弹到处乱飞。他就看到同事的腿
是断了，是在他的脚下，他满身都是鲜血，真的很可怕。事过境迁，每当低头回首，痛彻心扉。多次踏足事发地点，前朝往事不堪回首。虽然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可是每一次回到这里，心里还是很激动、很难过。所谓的真相是否可信，没有人知道。我每天都在噩梦中惊醒，梦见爆炸场面、满身是血的同事，真的是很折磨人呐。后来我得了抑郁症，现在还在吃药治疗。你认为政府可以做什么来制止黑手党的活动？这是一场长期的抗争。黑手党就像是一只八爪鱼，触手所及，涉猎各个领域。你不会知道身边的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还好，现在有不少的年轻人，他们相信，只要不放弃，肯定会看到胜利的曙光。因为这些黑手党他们是无孔不入，他在学校里、在街上、政治的领域里面都有这些黑手党组织，所以他们要抵抗这些黑手党的组织的那些活动，真的是很不容易。他来到这里就是要传达一个讯息，是他们绝对不会向恶势力低头，然后总有一天他们会战胜这些黑手党。Perché lo denunzio è una denunzia alla mia dignità di imprenditore. Io divido le mie scelte con il mafioso. 利贝罗是意大利服装制造商，有间拥有100多个工人的纺织厂，成了黑手党勒索的目标。他拒绝缴付保护费，给当地报纸写了谴责黑手党勒索的公开信，不但没有得到其他商家的声援，反而受到抨击。事后，他的商店被闯入和纵火，最后导致在大街上被枪杀。利贝罗因为拒绝付保护费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育有一对儿女，在他逝世后继续支持反黑手党的运动。Signora Alicia, grazie. Hi, Alicia. Nice to meet you. 我父亲是第一个反对交保护费的人，他在报纸上刊登黑手党的勒索信，也在电视直播节目中谴责勒索他的人。父亲说，即使付了5000万，他们还是会再勒索，我们的工厂就会倒闭。事发当天，照常跟以前上班一样，早上起床，他的父亲就是在这条街上走，因为他们就住在这里附近。要去领车的时候，就被人叫了名字，转过头就在这里被枪杀了。就因为他的父亲是第一个在报章上公开反黑的人物。当时我父亲拒绝交保护费，不少企业和公司因为害怕，所以不敢拒绝交保护费。当年的企业协会说，如果大家都交保护费，这样大家就可以少交一点。所以在90年代，人们的心里面就是说，给这个保护费，感觉好像就是很理所当然的，日子就会过得比较好。宁愿就是说啊，大家都给吧，就给的少一点，就不会这么辛苦咯。我相信对于你还有反黑组织来说，你父亲他是一个英雄，但是作为女儿，你对于你父亲所做的决定有什么看法？我不觉得他是英雄，他只是个普通人，但是在作为企业家的能力、工作的准则和自由度来说，我觉得他做得很棒。很不幸的，在错的时间点被牺牲了。在西西里巴勒莫的方言里 ，mafia 指的是大胆自信的人。由于长期被征服和奴役，西西里人不信任任何政府机构，
不相信法律，他们很难相信近亲和家族以外的任何人。封建制度瓦解，社会动荡加剧，西西里黑手党 Cosa Nostra 就是我们的事业应运诞生。早期黑手党成员采取威胁暴力行径，替代政府承担维持治安的职责。现代黑手党的生意涵盖了高利贷、毒品、走私军火的勾当。据估计，每年保护费和高利贷收入达到750亿欧元。Darren, today we are meeting the journalist in Sicily of Antimafia. This guy is called Pino Maniaci. Okay. And for me,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him and to reach him. Why is that so? He's always under pressure for the mafia all the time. And he doesn't release, after all, many interviews with other TV. Okay. Cool. Let's go. Let's go. Le stalle della vergogna dopo Dubbio perché ancora non... pugni e l'aggressione come ettoltri che non si possono inventare. Pagare il pizzo e pagare il racket significa foraggiare quelli che sono i mafiosi e ovviamente continuiamo a dire non pagate il pizzo e andate dalle forze dell'ordine a denunciare. 这位名叫皮诺马尼亚奇的公民记者花了20多年的时间，以电视报道打击黑手党犯罪活动，对抗保护他们的政治权势，多次遭受黑手党的威胁，被逼关掉电视平台，却依然不肯屈服，改做网络平台，继续奋战。Hello. Buongio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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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e are the studios. 这是我的化妆间。 Oh. Yeah. The different ties. Yeah. Okay. 我在这里教新闻课和剪辑。 Dove qui? 这是录音室。 It's a very nice clock. And all these drawings. 这些都是关于本地一些政客的漫画像，都是通过夸张、暗喻和讽刺手法来作画的。皮诺跑新闻是半路出家，原本是建筑承包商，1999年收购了经营不善的社区电视台 Tagliado。起初是社区电视新闻，后来转向了调查性报道，将注意力投向当地的污染问题。之后才开始对黑手党的作为进行抨击。今年1月，意大利警方在私人诊所逮捕了黑手党头目马泰奥·德纳罗，我非常开心。逃亡30年的德纳罗，因参与1992年谋杀反黑手党检察官法尔科内和法官博尔塞利诺，而被缺席判处无期徒刑。他一生参与绑架、谋杀、敲诈、勒索、毒品贩运、收取保护费等案件。他杀害了50多人，包括绑架和谋杀与警方合作的叛徒的12岁儿子，并用硝酸溶尸，还勒死对手帮派头目怀孕的女友。我之前曾经向人民和媒体做出承诺，如果能够把黑手党头目给抓了，我就把留了几10年的胡子给剃掉。在我得知黑手党头目被抓了，当时我不再感到害怕，我从中找到了战斗的勇气，就是继续跟黑手党斗争下去的力量。他说，这些黑手党员经常出来搞事，打抢偷窃、炸毁商店，所以商家不应该缴付保护费，而是报警，否则他们就会变本加厉。跟黑手党对着干，摆明就是跟他们过意不去啊，所以成了威胁的目标。
Appartenico un nuovo atto di intimidazione mafiosa contro l'emittente telegliato. Incendiata una delle macchine dell'emittente parcheggiata sotto la sede della televisione。我经常在电视上讽刺他们、诋毁他们，让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无是处、到处搞破坏的样子，所以惹怒了这些黑手党。他们感到很生气，就来烧我的车，杀死我的狗。Nonostante i calci, i pugni e l'aggressione, come vedete, Pino Vaniaci non demorde e stiamo andando in onda nonostante i limiti。有一次，我成功地让黑手党老大的5个非法牛棚给拆了。他的儿子后来找上门来报仇，在车里把我痛打一顿，还想用我颈项上的领带把我给掐死。幸好我父亲教我打的双节领带救了我，没死。面对这么多的恐吓还有威胁，难道你不担心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的安全吗？太太和孩子都在电视台工作，我当然会担心啊。虽然我也有过低潮期，也曾经想过要放弃，但是背后有着家人的支持，我深信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继续阻止他们的无法无天，不让他们得逞。他经常都会收到这种死亡的威胁啊，可是他一点都不畏惧，深信他一定可以做得到，然后影响到的他自己的家人、他的社区，甚至整个国家，他的频道的那些观众都会支持他，勇敢的去面对这些黑手党。为什么你的电视台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黑手党有能力渗透到各个机构的内部。在西西里岛，甚至你的邻居也可能是黑手党员，他们还跟一些腐败的法官勾结，试图把你们给打垮。你可以关掉传统电视频道，我还是可以在网络频道继续战斗。他说，黑手党跟政治是很有关系的，这些头目大部分都是已经被抓了，又有一些是已经死了。他刚刚形容就好像是一个妈妈把婴儿生下来，这个期待呢就是政治还有黑手党，这个期待正是在这个时候是最佳把它剪掉的时候，可是政府却什么都没有做，他就觉得说最重要的就是媒体新闻报道，所以他就认为说他需要站出来把真相说出来给观众听。人们听到黑手党还是会感到很害怕，光靠警察部队和法官是不够的，因为人们会保持沉默，所以反黑手党活动是一条艰巨的道路。2年前，皮诺曾经拍摄了一部关于黑手党的纪录片，揭露政治权力和犯罪组织之间的关系。片中的女法官曾没收几十亿的黑手党资产，却受到皮诺的质疑。后来，女法官因受贿指控被判处8年监禁，而皮诺也因为诽谤而被判17个月的监禁。他刑满后继续经营针对黑手党的网络电视。他认为自己在改变人们的心态，黑手党靠着人民的沉默而生存。媒体需要打破这道沉默之墙。漫步于巴勒莫的街道，这座光影之城，一座正在反抗黑手党的城市，你会发现以往对教父搭建起来浪漫怀旧情节，随着时间的推移，教父式的家庭同乡关系消失了，剩下背景模糊的个体之间的短兵相接，在道德和利益边缘的徘徊消失了，剩下的是被兽性支配的对血和金钱的欲望。反黑手党标志的贴纸专门打击黑手党的敲诈行为，鼓励消费者前往拒绝支付保护费的商家消费。我们走访了反黑手党组织的负责人。
作为公民消费者，我们可以到不交保护费的商店购物，支持商家们，也算是一种道德责任，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大家一起共同面对黑手党的威胁，削弱他们的嚣张气焰。我们从2004年到现在，近20年默默的努力坚持，有了一定的成果。以往有将近80%的商家向黑手党缴交保护费，后来检察官、警察、企业和消费者才有勇气跟黑手党抗争。除了这个标签以外，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去帮助这些人呢？我们为敲诈和高利贷的受害者提供免费援助。首先是聆听，让受害者觉得自己并不孤单，有人支持和帮助他。然后就是免费的法律支持，在审判前后帮助他们，提供律师代表提成民事诉讼。他这个就是团结就是力量，你就不会是单独的去对抗这些黑手党。那有了这个组织之后呢，大家也会彼此互助帮助，然后呢，他们自己的生意也会越做越好。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商家他们就这样子就加入你们吗？难道他们不担心会被威胁吗？这些商家们都很团结，在遇到麻烦的时候都会报警。其实现在的黑手党徒都是急需要钱才干坏事，并不想惹是生非被警察抓。他们这些人是不是欺善怕恶？当他知道你们全部团结起来对付他们的时候，又有警察的协助，他们就知道这些人是不好欺负了，所以就不可以再来。你作为这个组织的创办人哈，那你自己本身呢，有没有曾经受过威胁？难道你自己不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吗？我不会害怕，虽然内心有恐惧，但是必须跟他相处好。况且还有同事一起面对和奋斗，我会继续做好该做的工作。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难道你就要让恐惧来阻止你的生活吗？不可能，所以你还是要勇敢的生活下去。除了反黑手党运动以外，我知道你们的组织其实也是有做一些社区的活动。由于贫穷和忽视，助长了黑手党的非法行为和权力体系。单靠店主和企业家举报是不够的，我们也加强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外展教育，以改善社会状况，预防犯罪。我们过后参观反黑组织的办公室。这个组织是在2004年由7个年轻人带头引领下创立。批判性消费是打击黑手党的主要策略，让商家能保留100%的营收，扩大反抗声音，就能争取和平。This was the house of a mafia boss. He was arrested, and the government gave to the Addio Pizzo organization to do its jobs and to work. And these guys, he had an escape area. He has steps to go down. Oh, you mean last time? Last time before, and to escape on the square. 我起初还以为他这个只是一个普通的办公室，谁知道他原来呢是一个黑手党老大的家。然后呢，他这里是有一个秘密通道的，所以他们以前就是如果知道说有警察要来抓他了，他就会跑下去，然后就跑到广场，谁知道就在广场被抓了。被抓了之后，这个房子呢就给 Addio Pizzo 的人当成是他们的办公的地方。I'll show you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Sure. Come. This is the whole map of the Palermo. 8 neighbor bands control the city of Palermo, and the group of Porta Nuova is a band of mafia, is under control all of this territory. 他这些黑手党他们也很厉害，然后整个地图已经画出来了，而且划清界限哈。比如说这个是第一个区啊，就是属于他们这个黑手党管的，他们里面就贩毒啦、卖淫啦啊，各种各样的非法活动，赚取这些保护费。这边总共是有8个社区，就归好几个黑手党来管制。I'm sure the people of Addio Pizzo and all the communities of this city, they will stop and win the battle. Yeah.
So we go to this pizzeria and we will meet Roberto Cottone, one of the 3 owners that denounced to the police extortion of money by mafia. So he was extorted. Yes. 老板 Roberto 在1997年买下这一家有17年历史的比萨店，当时旧东家要他继续支付保护费给黑手党，不过他在2003年决定不再缴付保护费。他是强迫性的，这些黑手党员觉得你是免费为他们做工的，这对我们3兄弟来说是不公平的。他造成我们一家人很多的困扰和不谅解，对我造成很大的压力。他是个噩梦，我必须阻止他。当初你决定不要给这个保护费的时候，你的家人朋友他们有没有劝你不要这么做？当然，我有跟家人讨论过。当年巴勒莫的黑手党势力很大，以一个普通市民去对抗他们是不容易的。那个时候，80%、90%的商家和企业都缴付保护费，警察也没有要出手帮忙。当我提出反对交保护费，没有人支持我。你是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去抵抗他们呢？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我想他应该是感触深很多，我可以感受到。我当时的确感到很孤独，好像在孤身作战。91年格拉斯被杀，引起轰动，但是家人朋友还是劝我不要冒险，否则会像格拉斯一样被杀。当年我还年轻，才24岁，蛮冲动的，觉得一个缴付保护费的社区是没有尊严的社区。很多人即使知道了，却什么也不做，让我感到很气愤。他们来找我说，只需要缴付50%的保护费，当时每个月250欧元，所以就是125欧元，只要付1年，之后就不必给了。因为这个社区的老大要退休了。你这一次算是幸运的，不用给保护费。但是之后呢？他们有没有再回来？2016年，这个社区换了新的黑手党老大。有一个晚上来了2个人，他们一直守在店里，要求我缴付保护费。我当时蛮紧张的。我觉得没有多少人像他这样有这样的能力跟胆量，去正式的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敢抵抗这些黑手党。那天晚上有2个人进来跟他要收保护费，但是他不愿意给，然后呢就追着他们到停车的地方，就把他们的路给堵上。堵上了之后，他就大声嚷嚷，让街上所有的人跟餐厅所有的食客把他们包围起来。最终警察来了，才把他们抓走。后来我加入了反黑手党组织，他们在这2年来给予我很多的帮助和鼓励，因为在这之前我都是孤军作战，得不到家人朋友的支持。是他们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持，我才有力气继续抗争。所以我觉得啊，他是3次幸运。第一次就是那个他有胆量去跟那个头目说，他不要再给保护费。头目说好，你就给50%，给完这1年就再也不跟你收钱了。第2次是他去面对那2个小混混，他们来这边收取保护费，他就追着人家到马路上堵住他们的路，然后把他们围起来，警察来抓他们。第3次幸运就是让他遇到了，就是反黑手党组织都给他各种各样的支持，精神上的鼓励。吉安特是西西里岛著名的米其林厨师，拥有自己的网络电视平台。16岁就开始涉猎餐饮业，21岁在巴勒莫开设第1家餐馆，生意如日中天。线人 Lino 好不容易跟他敲定访问时间，
这位大忙人还亲自下厨，为2人准备了拿手的意大利面。Thank you so much。单单是看摆盘你就很诱人了。It's really, really nice. I really love it. And I can see why that his food is attracting so many people to come to him because of how good your business is. It has also attracted some things that are not so pleasurable. 2013年，餐馆的生意已经上了轨道，旗下2家餐馆有上百名员工，我也有了自己的电视节目。突然有一天，有个不像是食客的男人走进餐馆，问东问西，我觉得很奇怪。他说有2个在监狱的朋友很喜欢看我的节目。不过我没有得到他们的允许就做生意，需要给他们钱，我才意识到他是黑手党的人，要我交保护费。黑社会组织或者是黑手党组织，他们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是在暗，我们在明。所以你今天可能很安全，但是将来呢，他以后还会不会再回来？这些人说你必须付钱，不然我们还会再来。当时我拒绝了他，然后报警。警察在我的办公室安装了摄像机。几个月后，他们打伤了我的员工，弄坏了我的车子，杀了我的狗。后来有5个党员被捕，我还是一直被骚扰，影响了餐厅的生意，没有人上门光顾。那段期间，我真的觉得很孤独，一个人在对抗，你好像是在跟一只八爪鱼在战斗。如果你投降了，就表示你屈服了，失败了。我坚决不会交保护费，生意是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为什么我要拱手让给这些坐享其成的人？我在警察的保护下度过8年。面对这样的威胁，难道你没有想过要屈服吗？因为给了钱就了事了嘛。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你这么坚持，不向他们低头呢？当然会担心这些人会回来对我进行报复。你把他们关进监牢里，拿走他们的财产，他们曾经威胁说会再次上门来。不过我现在不是很害怕，因为我找到了内心强大的力量，还有家人作为后盾。我会继续自己喜爱的烹饪工作，一直战斗下去。其实我们佩服这个厨师啊，他的那个勇气啊，就是来自于他的家人，是他家人给予他的爱、支持，还有鼓励，所以才能够让到他内心里面的那股力量呢强大，去抵抗黑手党他们的威胁。其实现在这个情形呢，真的已经有改变，尤其是年轻一辈的那些企业家，他们知道有 Adio Piso 这个组织之后呢，他们做生意，他们都会说想要去参加这个组织，就是要告诉这些黑手党，我们是不会轻易被你们威胁的，我们会马上报警。你看这个柠檬是不是又大又美啊？在西西里呢，它的土壤很肥沃，非常适合种植柠檬。在18世纪，柠檬的出产量就超过40万箱，它的产量是很大的。英国皇家海军他们会定期让船员食用柠檬，因为它能够治疗坏血病，所以因此柠檬就变得非常的宝贵，它也是很赚钱的商品。后来呢，这个黑手党他们就来了，就向柠檬园主进行勒索，要跟他们收保护费。那么 Lino 就说他要带我到柠檬园去了解一下。以往西西里岛资本主义解放，原本受雇保护柠檬园的组织与新地主谋计垄断市场，不合作的园主被敲诈威胁，或是被迫卖掉种植园。今年的橘子和柠檬的收成很好，1年有3季可以采摘。I'd like to find out, during those times, back in the 18th century,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mon farmers and the lemon industry with the mafias? 那时候我还没有出世，不过说到黑手党，必须从多个角度来说。
当年的柠檬和橘子的生意销量很大，黑手党势力自然会渗透进来。他们基本上掌控了分销售卖的范围。我必须说清楚的一点就是，黑手党操控的不是单一的原主，而是比较大的分销商。因为当时柠檬产量过剩，来不及脱售，所以政府只好交给其他人帮忙销毁。这时，黑手党就介入了。政府呢就允许他们把这些柠檬销毁，就是一车一车的柠檬呢就会送到市场上去拿去销毁，按照着重量来支付补偿给这些农夫。黑手党呢，他们很厉害，他们就会把这个卡车里面装满了石头，只是在上面是一点那个柠檬。拿到了钱之后，他们自己受益，这些原主根本1分钱都拿不到。现在的黑手党比较感兴趣的是控制水源，因为种植柠檬需要很多的水，这就成了他们的生财之道。不过，他们的目标始终是大企业，而不是小原主。那你看，这样已经熟了啊，可以剪了。你看啊，这样剪啊，那上面的蒂给它剪掉啊，这样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像这样用手指抠它啊。你闻闻看，来。哇！我刚才是这样子闻嘛，他说不对，应该要用指甲这样子一抠，它的味道马上就扑鼻而来，很香，很香，很香。OK，here？ 哎，不是这样的啊，这样对。OK， 非常的好。OK， 你看，流血了啊！原来它是有长刺的，你这样子看不出来。拿柠檬汁来消毒，我知道，但是会很痛。哦，Bravo！我们询问原主，到底反黑手党组织和柠檬园种植原主如何一起抗争黑手党的威胁行径？我们这里有89个小原主加入反黑手党组织，就是不想要交保护费。我们辛苦的劳作，种植出好的产品，受到各界的肯定。为什么要受到他人的控制呢？虽然处在黑手党控制下的灰色地带，但我们还是有选择的权利的。这个原主他是打死也不愿意给任何1分1毫给这些黑手党。反黑手党活动是人人有责，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尽的一份责任。如果这些黑手党真的是来跟他索取保护费的话，他宁愿把他的公司关掉，不做了，我也不会给他1分钱。The extortion system taken by mafia to the community in Sicily and especially in Palermo is on the end of this process, and the people, the community, the entrepreneur, the shopper, they take aware after many years of battles to how to fight and how to win these battles with the helping of the judge, the police, and the association like Dio Pizzo. I'm sure that in the next generation, in the future, all the community will win these battles. 今年是电影《教父》的51周年，这部电影很多人都看过。它当然是一部关于暴力和欲望的故事，但是它更关于体面、义气、忠诚，关于人和社区的关联。黑手党的潜规则里的信念，虽然是贪得无厌，但是至少闪现着尊重、敬意、互助、温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信念已经改变了。
在道德和利益的边缘变得更血腥。所以我觉得黑手党是不太可能从意大利完全消失的。所以在电影《教父》里面就有一句经典台词：你要亲近你的朋友，但是你更加要亲近你的敌人。